我是万妮塔，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听说今年有一个很猛的新人叫嘻哈，说今年嘻哈很厉害，我还想客套一下，我说，也就那样吧，就还行。哇，实在不好意思，嘻哈老师，我希望你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我绝对会帮你向外面说，今年所有的脱口秀演员都干不过嘻哈。话说大家有看隔壁的节目吗？对，新说唱2025，我当上导师了。但其实我第一次做导师席是大概5年前，新说唱彩排的时候，我偷偷坐过亮颖姐的椅子。我告诉我自己，有一天我一定要坐到这个位置。如果做不到，我不会跟任何人说。还好成了导师，家里人也非常的高兴。今年母亲节，我给我妈妈买了一个水晶的吊坠，本来想买项链的。但作为导师，不能因为我们2个很熟就把项链给他。现在大家都叫我说唱武则天，其实是我之前为了押韵写的一个歌词。My flow 游离在你骨骼间，我是中文说唱武则天。没想到说话这么灵。还好当时没有乱押韵，随便押韵会产生 problem。但凡我写成说学逗唱赛于谦，今天现场咱辈分就乱了。见到岳云鹏老师，我说来了哥，他说是的，大爷。冒犯了岳老师？没有。毕竟咱们今天的主题，这场的主题是说出来又如何？其实我只是在台上比较有攻击性，我台下呢为人和善，很讲礼貌，老娘素质超高。我不是那种会当面呛人的 rapper， 我嘴比较笨，别人如果惹我的话，我一般当下都不反驳，然后回去写一篇小作文。我做人就是这个样子，能动手绝对不会动口。因为不写出来的话，我会憋死。我可以跟这个人有过节，但我不可以乳腺结节。那虽然我有一些点评的经验，但今天过来我还是非常忐忑的，因为点评脱口秀并不是我的专业。但导演说没关系，其他几个也不专业。专业的都在舞台上比赛。总有人说我们说唱比赛 battle 起来是非常狠的，火药味很重。那我看你们脱口秀才狠吧？你们选手 PK 起来也有点真的没人性，年轻的也打，上学的也打，老的也打，残疾的也打。听到你们有复活，我都害怕打这么狠啊！今年当导师，我很想好好的帮选手，因为我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起初我刚刚开始玩说唱的时候，天天在家里鬼吼鬼叫，我家里人就让我出去。他们不懂说唱，但知道这个东西属于街头。那个时候只有我妈妈支持我。我小时候家里的条件并不是非常好，那我说我想学画画，我妈妈就借钱让我去学。我说我想读大学，我妈又多打了几份工。后来我说我想搞说唱，我妈沉默了。她说你搞说唱读什么大学？开玩笑啊，一句玩笑话。其实现在的 rapper 学历都挺高的，但我妈妈当时不理解，她说还能再供我2年。就是那一年，我写出了《这是一个有着香气的晚上》。对，就是这首歌火了之后，我看我妈天天在家里唱这首歌，我非常开心，因为那些年全靠我妈妈的托举，我才能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我愿意给她所有，除了项链。
但我觉得无论是说唱还是脱口秀，最重要的是还是自我的表达，表达出你想说的话，说出来。如果像我这种不是很会说的，那就说唱出来。那么这里希望大家能向上，绝不向下，能做大就想个办法。With my squad， 长城称霸就是叫你怕炮轰烂炸 ，Yeah baby。谢谢大家，我是万妮达。谢谢妮达的精彩表演，请入座，也请您把麦克风，妮达，你拿走了选手的麦克风。我很紧张。OK， 见笑了各位，再见。我们掌声再给妮达，也欢迎在这个赛段会一直陪伴我们的岳云鹏老师，欢迎。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请坐，各位请坐。大林有来之前给岳哥稍微嘱咐吗？没有，我都不知道他要来，我知他来我不来了。现在已经像是我们家主场了，现在是。对。我们俩不能同台，你们俩是竞别，因为我师傅是武则天，因为我师傅是。确实，这场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赛段的规则啊。这个赛段是我们的主题拼盘赛，上半场是说出来又如何？我们的演员朋友在2楼啊，也已经自行选择了自己要讲的主题跟拼盘，每个主题会有15位演员进行表演，他们分成了2个拼盘，一个拼盘7个人，一个拼盘8个人。每个拼盘中末位的3位会进入待定区，最后根据大排名进行补位，而整个赛段的晋级名额是20个。在第一赛段前面，咱们发出去了一些复活金牌，这段没有排进前20的朋友，他们可以使用金牌复活自己，也不占用其他人的晋级名额。我们4位气氛组组长也还是1人1票，人人平等。每次比到这个赛段还是很激烈的。咱们今天像妮达所说的，主题是说出来又如何？下一期的主题叫这个世界谁懂啊？我个人理解啊，可能其实就是脱口秀的2个母题吧，一个是世界比较怪怪的，大家总想指出一些这个世界一些奇怪的地方；另一个就是直言不讳，直抒胸臆。不知道几位气氛组组长听到咱们今天的主题说出来又如何，有什么感受吗？在这个主题下？我感觉这个主题就是怕限制大家发挥，就给一个大家都能说点什么的主题。上来就揭人底儿，姐。每个人站在这儿都是在想说出来又能怎么着呢？是吧？又能怎说呗？我觉得 hip hop 文化里面就是 rap 和脱口秀很相似，有一些很底牌色彩是很相像的，所以我其实觉得有很多很熟悉和亲切的地方。对，就是可以袒露真言，要 real，脱口秀也要 real。是，咱们这脱口秀、相声啊、说唱，这搁回去都在曲苑杂谈上嘛。对，说唱艺术都是。太棒了！行，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拼盘表演，开始今天的比赛，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嘻哈。哎，欢迎大家！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空姐，看得出来吧？听得出来气血很足哦，应该看得出来，感觉到不好欺负啊。但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客舱服务，我站着发水，我就感觉我的屁股一直在被人摸。我当时都懵了，我本能反应转过去就是，你摸我屁股干什么？当时我声音很大，所有旅客都看向了那个旅客，他理直气壮地端着一杯水说：“我没摸呀，我叫你帮我加杯水。”我说：“你叫我加水可以按呼唤铃，你按我屁股干什么？他也不会亮。”同事说：“你声音好大，你就不怕他投诉吗？”我说：“哎。”我被摸屁股，我还不能声音大。再说他能投诉什么？下去就被投诉了。他投诉我说服务态度不好。我领导问我你跟旅客说什么了？我说我屁股不亮。领导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旅客说？我说就是不亮啊，你的会亮吗？给我看一下。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小同事，一个小妹妹，
在客舱工作的时候被一个旅客要电话，旅客说你不给我的话我就投诉你，我想办法能要到你的电话，非常害怕，走到后厨房问我姐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走到那个面前，我说你是不是要他电话？你连我都一起要了。旅客说我不要了。你说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就是不想要了。我说嗨，电话只想要一个了，刚刚发饭的时候餐都要2盒。但这句话我没说啊，我怕被投诉嘛。后来下去还是被投诉了，他投诉我非要给他电话。前不久我闺蜜也是给我打电话，我刚刚下班不久，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一个工作局上，她的一个工作局上她走不了，让我过去接她。我到了之后，她领导突然站起来说：“哎呦，空姐来了，快点快点快点，空姐来了，快点快点，都在等你，来坐下吃点，都在等你。”我说都在等我，我一看桌上什么都没了，等我干什么？等我来收餐。我刚刚下班又要上班。刚坐下，他领导就递了一杯酒在我面前。我说我不喝酒，真不喝了。他领导说：“哎，你们空姐不是都挺能喝的吗？”我心想，什么叫空姐都挺能喝？你见到的空姐都是站在门口，您好，欢迎登机，15、20没有过，这样吗？没有吧？所以当天我还是压制着情绪，礼貌的跟他讲，我说真不喝了，领导。明天还要上班，我实在是不想跟他多说话，当时脸色也不太好看。只见我朋友的领导脸色一沉，拍了拍我朋友的大腿，说：“你朋友生气了？”我看到噌的一下站起来，你摸他腿干什么？当时我仿佛听到有人说了一句：“他声音好大。”但我就这么一吼，当时在场所有人目光锁定领导。领导一看就是老手，他举起他右边的老手说：“我没摸呀，隔着裙子不叫摸。”我低估了他这张老嘴，我气到浑身发热，汗流浃背。当时左边胸上的硅胶胸贴气到贴不住，咣的一下就掉出来了。我捡起来想贴回去，突然看到有一只蚊子飞到了领导脸上。应该有一只蚊子。就是有只蚊子。我抓着我的胸贴一啪甩在他脸上，唰一声巨大一声，当时领导都懵了。他说：“你打我干嘛？”我说：“没打呀，隔着胸贴不叫打呀。”好想跟他讲，这是一个女人宽广的胸怀拍在你不要的脸上。我手收回来的时候，胸贴依旧在他脸上，显得他脸皮更厚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摘脸上的胸贴，一边摘一边看着我闺蜜说：“你朋友挺有种的。”你看，他连这句话都不敢对着我说，因为他知道我真有。而且他但凡有点常识哦，他就知道这不是我全部的实力，因为我还有一个胸贴。回家路上，闺蜜就在车上担心嘛，因为她的领导跟我领导认识，会给我穿小鞋。我说可笑，什么叫穿小鞋？我胸贴都不穿。后来我朋友领导还威胁她，让她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让她在公司说。好，我上电视上说。说出来是我该做的事儿，又如何是他该想的事儿？领导还跟我朋友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哎，我不退他也阔也空啊。凭什么要求我们心胸宽广，他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哎，我们坦坦荡荡的胸怀都需要遮遮掩掩，他猥琐的大脑凭什么堂而皇之的带出来？我觉得不公平，我建议他出门带脑罩。
爽啊！还有这个领导，如果你不想被骂，你就别做，对吧？如果你做了，你就别怕被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骂的脏，哈，隔着屏幕也不叫骂。谢谢大家，谢谢嘻哈的表演。谢谢。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掌声再给嘻哈。我在想，一般脱口秀演员其实不太被喜欢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这个段子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今天是一个很有力的故事，所以我想先问一下，这个故事是？这个故事完全真实，并且本来之前想用另外一篇内容，然后我是跟内容组导演讲过这个事情的发生，整个事情经过，包括我的好朋友给我发的聊天记录也好，截屏也好，都会有。然后他们就特别支持我把这篇内容讲出来，所以这篇内容是一个全新的创作出来的。会有困扰吗？就是因为你肯定做了很多喜剧化的好笑的处理嘛，但可能故事的真实的部分会更。当时最大的困扰就是我不想再把它贴在脸上那个胸贴捡起来穿回去。其实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没有什么困扰，因为我觉得面对这种事情，如果对方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冒犯你的话，你就用他想不到的方式打回去。这才是我们大女人该听的。我很喜欢您的表演，谢谢。对，我觉得你超级有态度，老师。Yeah。嘻哈。对，为什么叫嘻哈呀？其实我初中就叫嘻哈，可能是因为我性格原因嘻嘻哈哈的嘛。因为我原来又学体育啊，然后读书的时候，反正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嘻嘻哈哈，挺开心的。然后导致后来周杰伦出了一首歌叫《嘻哈空姐》，就他们都说是给我写的。真的有可能，我感觉。但他真的坐过我的飞机，你们好多人都坐过我的飞机，黄渤老师也坐过我的飞机，但我没说。我坐过你的飞机。对，但是那个时候你们肯定认不出我来。刚刚这个故事里完全没有我啊！你慌什么？哎，非要在讲这一段的时候说嘛。但庞博，你的衣服很亮。我是一摁会亮。我觉得嘻哈真的很像一个女侠。我觉得她就是，对，她身上有一种侠肝义胆，就你首先浑身充满能量，然后你又很能支持别人，你又很能共情，你又很有正义感，所以我觉得又勇敢又有正义感的女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Yes， 谢谢。真的，我觉得你能鼓励到很多人，因为在女性成长过程中被性骚扰这个事情，可能有的女生可能从很小就开始经历了，但是大多数女生会被教育的是不要说，好像有人碰了她，她说出来是自己不得体，其实不是的。如果有人冒犯到你，尤其是身体上的冒犯，你大声的说出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是这个人不对。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女生因为听到你这一段，可以在这个时刻更勇敢的去拒绝那些对自己的骚扰，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每嘻哈的段子里总会有那么一两句发嗲的那种语气，我就觉得很好笑啊！真的吗？就是我觉得很好笑，就跟你前面那个很有气势的样子有一个冲突感。就感觉是有你的两个身份在互相对话的感觉，我觉得那个也蛮好玩的，那个人格有时候也可以释放一下。谢谢。刚才您一提这个嘻哈的秘学，我突然感觉他的风格特别像一位熟人。蔡明老师，为什么呢？而且我越看越像了，现在。我的荣幸。因为他其实后来在那个小品舞台上那个风格也都是毒舌嘛，也是去怼天怼地嘛。而且我觉得嘻哈现在特别像在战斗机上当空姐儿，就是那时候都开战斗机了，特别好。因为在我们的舞台上，我觉得之前。最有，小陆姐应该也不算是侠气的，就是你是那种会怂，对，你会说这件事儿，但你绝对不像嘻哈这种，就嘻哈，就是你认识他之后，你会觉得人怎么可以活成这种自在的样子？对，因为平时我们比如说遇到这些事情，我当场是不敢声张的，所以你看到嘻哈这个自在茁壮的样子，你就很羡慕。她就是脱口秀爽文大女主，对，就希望大家都能活成这样。这可能是跟我成长环境有关系吧。我的家庭，他们告诉我的永远都是你根本不要害怕冲突，你就去解决就好了。然后你也不要去害怕你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从小到大我都不害怕去遇到坏事，也不害怕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如果我遇不到坏事的话，我就不会拥有解决坏事的本领。
就不试试你怎么知道解决不了呢？是不是？对吧？女侠真的是女侠。听完这个故事就给我一个启发，就是女生在外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对，我来讲一个小事，我估计讲完，我经纪人也会说找节目组掐掉之类的。曾经有个节目啊，就开拍前，然后呢就我那个节目的女嘉宾，然后就我们就是掏钱的那位那个老板，然后就让我们一块吃饭。那老板说：“那谁，你来坐我旁边。”我一看就不对劲儿，我说老板，酒桌上我是可以陪您喝好酒的，我又能喝，您放心，我坐您边上一定让您开心。然后整场我就在观察那个领导，我就怕他不开心，我觉得我处理的非常好。转过天来通知我就把我去掉了。不要了。当我往回走的时候，我昂首挺胸，我觉得我做了一件特别棒的事儿。你告诉我是什么？回头，我们全公司封杀他们。他们公司确实是一个很多人的公司哦。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您，也欣赏您。然后您其实给所有人树立了一个，就是说这种仗义直言的形象。大部分人在生活里边是很少去做这种事儿的，但是您的出现会让更多人做这种事儿。非常感谢您做那些好事儿，有人记得的，有人记得的。太好了，谢谢。就感觉岳老师讲完之后，我就会有更加让我觉得今天来讲这个段子是有意义的，是因为我觉得像我闺蜜领导那样的人，她肯定不是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但当然也不是我闺蜜一个人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大家也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台上的各位老师，大家也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而且其实我们刚刚笑的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这不是一个只是为了揭露阴暗，告诉大家什么是正义，同时它真的非常非常好笑。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敬佩的一点，就是谢谢。我想再说一句，我觉得嘻哈不光是脱口秀适合你，空姐适合你，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去演戏。真的，我觉得你能演好戏。嘻哈本身就是即兴喜剧非常优秀的一个演员也。我觉得他很潇洒，很自如，就是他那个信心，就是我不管你怎么样，非常自信。有合适的机会您要记着啊。来，琳琳，来，天人姐，随时欢迎。谢谢嘻哈的表演，嘻哈也是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同样，我们每一轮当前最高分的演员都将直接晋级下一轮的比赛，究竟会是谁呢？197、202、197，请看大屏幕。恭喜嘻哈199票，成功晋级。嘻哈这一轮，他把他本性里边那个所谓的侠女风范那个体现出来了，然后有时候甚至是不管自己境遇的帮助别人，这太了不起了。他小的时候就是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种，从小就这种性格。我们院子里面有个小朋友比他小，就喊娘娘姐姐，他小名叫娘娘。娘娘姐姐他们打了我，哪个打了走，他就带到去了。这个就之前鼻子这个地方被烫烂了的小狗，当时捡到它的第2天去医院的时候，才发现它这个地方就是从额头到鼻尖就是那种烟头烫的。拉拉15岁了，是我在一个绿化带隔离带里捡回来的狗。这个猫咪叫张姐，当时是流浪猫，就应该有皮肤病。另外2只猫胆子要小一点，因为确实是被人弃养的。踩到我了，你踩到我了。好的，真的很乖。以前我妈妈跟我说过一个问题，她说这么多猫狗你救得过来吗？但我其实也想过，其实有段时间还是挺纠结的，因为我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被丢弃的又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虽然我救不了所有的流浪小动物，但是对于我救的他们来讲，我救的应该是他们的全部吧。请前往晋级区就座。好的，我再说一句，就是因为我这个风格不一样嘛，接下来也是本场最后一位演员，他也是我的好朋友王悦。然后，但我希望大家保持这样的状态，然后你不要想更多的东西，就放松下来，然后跟他一起进入他的世界，可以吗？又帮助了一个人啊！谢谢嘻哈，请前往晋级区。非常优秀的成。